注意了，这个男人非常自恋，凡是接近他的人，他都觉得对他有意思，就连男的也不例外。这男人是原主喜欢的心上人，原主身为女儿身，却扮作男人相，在家当牛做马，就连断气前都还在干活。接下来穿越者将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个死断袖，不要脸，腰系麻绳头顶锅盖，装死也要粘上人家顾秀才。洛西睁开眼，入眼是乡间泥路旁的荒地和一群指指点点穿着怪异服饰的人群。洛西，别说装死，耍再多花招我也不会喜欢你，死了这条心吧，你的喜欢令我恶心。境遇融合，洛西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的话你听到没？今日的事便罢，烦你以后别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纠缠我。纠缠你，一面说我讨厌不会接受我的喜欢，一面又跑来和我哭唧唧，说什么扛完锄头的手提笔都没有力气，话里话外暗示让我帮你干活。固执，没镜子总有尿吧，照照跟个癞蛤蟆似的脸，长得丑，玩得还挺花。这男人是原主喜欢的心上人，是个没有原则底线、寡廉鲜耻的渣男。他不知原主其实女儿身，女扮男装乔扮成少年模样。胡说八道，咱村谁不知道是你洛西不要脸，整日倒贴在身后，赶都赶不走，我用得着私下找你？笑话。正当村民用一种诡异难辨的目光默默打量洛西时，忽听一声惨叫，顾持抱头摔倒在地，额角浸出一片刺目猩红。洛西，你做什么？杀人可是要偿命的。我就想看看这人脑子里的水是不是黑的，指鹿为马，人前一套背地一套，文人那些陋习让他玩了个明白。不怪顾秀才的自在书院都是出了名的好，感情都是沾着脑子里面黑水写的。各位还是想想，他顾持香金珠的嘛，没有暗地里那些怂恿，我吃饱了撑的才会来帮他。香金珠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长本事了小畜生，打破人家顾秀才的头，卖了你这条贱命也不够赔，赶紧的给我去道歉，别个不原谅你就在顾家门前跪到顾秀才原谅你为止，不然我就打死你。你跟顾家老头有一腿？什么？不然怎会让自家亲孙子去给个渣男下跪认错？不知道的以为顾持是你跟顾老头生下的一种呢。老婆子如枯树皮般的老脸狠狠一抽，险些没被这话气昏过去。亲家，孩子年岁小，总打骂也不是个事，有话好好说嘛。小心，你平日里胡闹也就算了，可知顾持是有功名在身的秀才公，他追究一状告到县太爷那里，届时外公都保不住你，我们也是为你好，今日你必须和我们走一趟，这歉必须到。怎么？难道外公也跟顾老头有一腿？现在打死这个畜生还晚吗？叫姓顾的去衙门告我好了，当着全县百姓的面，我正好把他那张虚伪的脸皮撕下来，也好叫所有人看看，读书只能过滤学渣，过滤不了人渣啊。梅富贵气得手抖，要是真去了公堂，洛西指不定巴巴出点什么。小心，你真不打算顾念亲情，让外公难办？亲情啊？顾秀才上衙门时帮我多带一封状纸，就写村长纳妾之前天上来，外公你看如何？你这孩子，外公不过是为你好，既然你不想道歉，咱不去便是，一个老顾家而已，在这正道村还没有外公给你撑不起的腰，好好歇着吧，我先走了。他得去拦着点，万一顾持真把洛西告上衙门，他这好大孙在堂上吐出点什么，自己也得跟着玩玩。干嘛？打完外人你还想打我不成？你光想着得罪了顾持，怕他会在书院给四叔穿小鞋是吧？四叔骆大海可是老太太的命根子，全家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供出来的童生，就没想过把我惹急了，打砸了书院，叫四叔回来种田嘛。丧门星，挨千刀的，这个家早晚叫你活活完蛋。这动不动就飙脏话的毛病真该给他改了。奶奶，什么事？我饿了。饭后，洛西回到破牛棚，闭上眼，那是自己的精神海。果不其然，他的异能还在。小西，睡醒便过来吃饭，吃，天天好吃懒做，睡醒就知道吃，咋不噎死你？你怎么敢吃你四叔的鸡蛋？鸡蛋怎么就是四叔的？你喊他一声他应吗？成何体统？洛西，还有没有一点为人子女的规矩和做人的底线？长辈未动你先吃，成何体统？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你什么你？想吃鸡蛋让你娘再去炒啊？娘们积极的和我扯体统，你一个白耗子成精，非人类的上桌跟我谈底线。读过的书莫非也是沾着顾持脑子里黑水学的？大侄子，你这嘴。吃饭，小西，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我知道
在这家中，你们一直是我为异类，与其相看两厌，不如把我分家出去，如何？不行，我们2个老的都还活着，你爹娘也健在，你个王八犊子想分家，是咒我们死吗？希儿，是爹娘哪里做的不好，竟让你生出这么歹毒的念头？爹以为呢？分什么分？你一个小娃儿离开家，哪还有活路？爷说呢，朋友分出去单过嘛。老大在县里，老二整日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老四还要上学堂，再放走家中最大劳动力，以后的地里农活和家务谁来干？古人云，父母在不分家。小希，这样的话以后莫要再提。知道了爷，分家的话我不会再说。嘿嘿，恭喜你们失去唯一摆脱我的机会，那我为原主的复仇计划要正式开始了。这个女人只因睡过头没做早饭，就引起全家勃然大怒，奶奶更是一怒之下把整个家都砸了。生时辰了，冷锅冷灶的想饿死谁？懒到屁眼子爬蛆的祸害，还不滚出来做早饭？细如发丝的精神力顺着破烂的木门飞出，击在老婆子喋喋不休的臭嘴上。给老规矩，糙米煮粥，鸡蛋给你爷和四叔煮了。接着按照记忆点燃茅草，烧火，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混账，水放多了，鸡蛋要单独煮，不是整个扔进粥里。盐放一点点即可，那么一大把，你想齁死然后给自己超度吗？这是洛西2辈子第一次下厨，不知过去多久，厨房再次炸锅，这锅沸出来了，还在冒泡泡，怎么办？锅盖，把锅盖子揭开呀，你个祸害！洛西吸溜着自己熬制的米粥，吃着没有熟透的溏心鸡蛋，直到大锅见底。做完了，做完了。哪呢？咋不端出来？洛西揉了揉半饱的肚子，留给众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拿起柴刀，背起竹篓，径直走出院门。造孽啊！就在里面了，你们快点，谁能救下我家少爷，赏银50两。一群村民手握农具，跟在侍卫打扮的男人身后上山。你们这是上哪？发生什么事了？镇上秦家小公子听说这座山头上有熊，结果熊影还没见到，就被3头野猪困在了树上，还是其中一名侍卫冒死跑下山向村民求助，谁能杀死那3头野猪，救下他们家少爷，酬金50两。野猪都干不过的护卫带去猎熊，怎么想的？嘿，可不是。快把这玩意赶走！退后，大家退后，我们以驱逐为主，不要激发野猪的凶性，以免伤人。下一刻，3头野猪像是受到了刺激，齐齐向着铁猎户袭去。千钧一发之际，他身体陡然一轻，被一股巨力扯上大树。铁叔，别愣着，扎好了您。紧接着，洛西手中柴刀顺势插入一头野猪喉咙里。去帮忙。眼见到嘴的鸭子要飞了，洛西十分暴躁，给我滚！那个，别追了，你虽厉害，但发狂的野猪不好对付，咱们……你也滚！秦小爷，那是咱们村出了名有龙阳之号的祸害，您个千万别怪罪，我给您赔罪了，那就是个仗着有2把力气，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您千万别和他计较。他救了本少爷，本少爷为何要怪罪他？咱们跟上去看看，可别让我小恩人孤军奋战。那祸害不知深浅，肯定有去无回。您是洛西的大舅，他误打误撞杀了野猪，理应孝敬您。等等看吧，不知道秦公子对野猪有没有安排？你没事吧？50两银子拿来。密林里死掉的那头我会带走，多出来的10两银是买你野猪的报酬，就要1头，多了我带回去也吃不了。打发走秦学正和铁猎户一行人，洛西起身，兴奋地望向崖下。天啊，发财了！洛西小心翼翼摘下红色灵芝，放在手里掂了掂，20斤以上，约莫100年左右。洛西喜不自胜，单手放入空间保鲜。听说了吗？就老骆家那个祸害，金哥踩了狗屎运，在山上打到头大野猪。怎么没听说？骆老汉一早就回家了，全家都等着吃肉呢。此话被擦肩而过的洛西听得怔着，他没忍住笑。这家人长得丑，想得倒挺美。洛西找了片树少平坦的地方架起篝火，拿出今天打到的野鸡野兔处理干净，上火烧烤。猪呢？野猪呢？肯定又被他偷偷拿去讨好野男人了呗。天生的贱种，只会犯贱。你们想吃野猪？不等人回答，一个跨步上前，抓起骆老四衣襟，对着他那张白耗子成精的脸，砰砰就是2拳。那这只野猪送你们了。娘，您看到了，狮子已经脱离掌控，不能再留。回头就托你大哥问问，这里县城哪儿还要人？咱把它卖了，死气还能多卖几个钱。娘，你敢卖它？2拳送咱全家归西。原主那便宜爹沉默不语，夫妻俩一个比一个沉默，好像即将被卖的根本不是他们儿子，与己无关。人卖了以后，家里家外的活谁来干？难道我这打掰了？骆老四眼中闪过算计。对，咱把它卖了，得来的银钱
儿子给您买2奴仆回来干活，把您当老太爷一样伺候。想着有人伺候的日子，骆老头不再反对，显然心动了。屋外，洛西漫不经心地听着屋里众人愉快的决定。把我卖了吗？真是个不错的提议。这家人太狠了，为了100银2聘金，居然在孙子的饭菜里下药，强迫自己孙子去当上门女婿。饭桌上多了道往日没有过的鸡蛋羹，金黄的色泽配上把小葱，卖相就已经引人入胜。饿死鬼，莫非今个又自己开小灶了？怎么不吃？黄鼠狼给爸爸拜年，我怕你们菜里放药，不安好心。这日子没法过了，该死的丧门星大祸害，自己心眼脏，以为全家都要害他。跟谁指桑骂槐呢？怎么不死了算了？老了还要受儿孙的气，都别过了，我一根裤腰带吊死完了。老太太非要洛西像以前一样乖乖跪下认错，任凭他摆布。老太太想得正美，忽听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好啊，别过了。”洛西单手扣住桌沿一掀，只听哗啦一声，那道被动了手脚的鸡蛋羹不偏不倚扣在老太婆头顶。洛西反手抓起一把，想也不想塞进骆老四嘴里，硬逼他咽下。吐一个试试，敢吐我就让你把吐出来的再吃进去。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洛西去厨房拿来喂老鼠的耗子药。说吧，蒙汗药都用上了，是打算把我卖去哪？这东西可不便宜。见老太太张口就要装傻否认，洛西晃了晃纸包里的耗子药。不说实话，我不介意把这包掺在蛋羹里，喂给你全家。希儿，你别冲动，杀人可是要砍头的。你全家误食耗子要死绝。至于我为什么没事，因为这顿饭我没吃啊。全村都知道我回家的3个月以来，你们经常不给我饭吃，衙门来人查案，相信会有正义的村民为我作证。说罢弯下腰，做事要把耗子药全灌进他嘴里。够了，希儿啊，镇长家正在招上门女婿，那家人有钱，住的是3进院子，餐餐大鱼大肉，没必伺候。你乃多收了些聘礼是他不对，但送你过去享福也是真的。爷，您看我像傻子吗？有这么好的事，怎么不送您长孙或者四叔去？既如此，聘礼收都收了，待会就把四叔送过去吧。那怎么行？镇长他闺女可是……闭嘴！可是什么？再不说清楚，待会可别怪我亲手把你儿子送上花轿。还能是什么？要死了呗！人家这不准备结门亲事冲冲喜，待那胖丫头死了，镇长偌大的家业还不全是你的？不识好歹。洛西也想起镇长家那200多斤的胖闺女，此女生有一副丑颜，嫉妒心很强，走在街上遇见肤白貌美比她漂亮的女子，就把人整到家破人亡，嫁与草莽。这金是你非不应，退也行，100两银子的聘礼你自己还。不退就不退吧，你们准备准备，待会儿送四叔上花轿。吃了蒙汗药的骆老四脑子有点迷糊，眼见这把火最后还是烧到自己身上，也急了。这事真跟叔没关系，是顾池。对，你找顾秀才去，主意是他出的。说清楚点。原来他穿来的那日，当着村民给了顾池没脸，为防止脱离掌控的洛西把他名声彻底败坏，他就找到了骆老四，两人一起谋划了这个事。你可真是我的好叔叔呐！别打我，该说我全说了，主意是那顾池出的，镇长也是他给联系的，有气你去找他撒啊！洛西没理，只按着人又打了一顿。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把顾池给我骗家里来。你也想狠揍他一顿出气吗？你说呢？洛西怕他不去，或者去了坏事，拿来纸笔，硬逼着对方写了份认罪书，把今天如何算计的他，又有什么人参与的过程一一写明，完事签字画押。四叔啊，我的手段你知道，不想被敲断右手，再不能提笔写字，自此成为个残废，待会就机灵点，明白吗？祖宗啊，您到底想做什么？能透个底，让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吗？回答他的是被大力一脚踹出院门。镇长家来人，喊你过去一趟。此事不是全部交给了你，说好我不出面的吗？叫你过去是来人的意思。洛西如何了？放心，吃了迷药，睡得跟死猪一样。二人一路回到骆家院外，骆老四扯开嗓门嚷嚷：“那时谁人给你带回来了？”说罢，一溜烟钻进了院内。顾池一只脚刚刚踏进院门，突然颈间传来一阵刺痛，整个人眼前一黑，栽倒下去。把人抬进去。洛西以待桃僵，不说镇长会不会降罪，单一个老顾家知道后肯定跟咱家拼命。敲晕顾池，洛西分明是想把人代替他送往镇长家入赘。你和他今天必须去一个，自己选。死道友不死贫道，顾秀才自求多国。天色将黑，村中低调的一前一后进来2辆马车，停在骆家院外。王婆子手伸出来，想要揭开盖头看一看。那个他婶子，我就觉得这入赘合嫁闺女是一个意思，盖头总要进了洞房，让枕边人来接才合理数。对，老婶子说的不错，新人接，咱家小姐见了一定喜欢，日后少不了你家好处。
这家人的花样真不少，把孙子卖了个明明白白。招呼身后带来的护院，把自家未来姑爷小心地抬上马车，借着夜色掩护，扬长而去。这下你满意了？满意。礼金呢？拿出来。什么礼金？把我这条老命拿走算了。洛西慢悠悠打开洛老四脑子不清醒时写的那张认罪书，明我便上书院，拿这个去问问夫子，枉为人伦社稷至亲，问问他们书院平日都是如何教导四书，你说如何？他这样的人品曝光，还能继续读书吗？果然，此话一出，死死拿捏住老爷子的命脉，提高声音对在鬼哭狼嚎的老婆子后，把钱给他。就这些，再多没有了。四叔，把银子吐出来，还是将你现在住的那间屋递给我。最后，洛老四含泪交出了屋子。这一趟不仅毛都没捞着，卖了顾秀才，没准还会得罪镇长一家，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对新人拜堂当天，双方居然都躺在木板上。女人重病，无法起身拜堂也就算了，买回来的姑爷怎么也躺上了。一拜天地，新人不动，呼吸微弱；二拜高堂，新人依旧不动，厅内落针可闻。夫妻。李官正要唱到夫妻对拜时，喜怕下的顾池赫然睁开眼，一把掀开头上的红盖头。顾池想起昏迷前的一幕，再看看周围喜气洋洋的布置，他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蠢货，你们带错人了。恰在此时，板床上的新娘不知是否大限已到，噗的吐了口黑血，胖脸呈现一种灰败。是你克死了我的女儿，老爷，你要给咱们女儿讨回个公道啊！顾池早被这样的场面震慑得不知所措。来人，把这客气的玩意给我带下去打。重重的板子落在身上，顾池才彻底回神，大喊道：不是我，搞错人了，你们家的上门女婿是洛西。顾池被人像破布一样扔在了自家门外，一早起床的顾母被院外的血人吓了好大一跳，待看清楚自家儿子的脸，嗷一声惨叫，连爬带滚去请郎中。洛西今日难得没有出门，一大早把老太婆从病榻上拉起，让人站门口守着。你什么你？老娘没去找你，你还敢主动上门？千人骑万人枕的烂货，教出来的儿子也是个肮脏玩意。顾母刚蹦出一个字，话头就被恼恨极了的老太太拦住，她把从洛西那里受来的气全部撒在顾母头上。来人啊，欧来看看姓顾一家都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顾家都干了啥？你说出来，让咱们听听。顾母势在必得的脸色一变，不行，如果儿子干的那些事当众被说出，以后哪里还有名声在？够了，你闭嘴，害我儿至此，你还想造谣污蔑他？老太婆噼里啪啦把顾池如何怂恿他们家把洛西卖给镇长家当上门女婿的来龙去脉说了个一清二楚。你们是没看见哟，读书人就是不一样，主意那个阴死，真是没给我家希儿半点活路。村民听傻了，顾母也傻了，没来及阻拦，老太婆竹筒倒豆子一样，叽里呱啦全说了。我儿顶多给了个建议，最终决定卖掉洛西的，不还是你们自家人？我家之所以会同意，还不全是被你那能说会道的秀才儿子骗了？呸！脏心烂嘴的狗东西，全家都不得好死！我早发现那顾秀才假得很，装模作样的下地，一天下来一分地都开不出来。可不是，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过去都是哥那摆样子赚名声呢。村民的指指点点让顾母再也承受不住，用力一拉旁边的村长，压低声音：死鬼，说话！那个顾石那孩子是个好的，估计是被洛西缠到没办法，才会出此下策。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被缠到没办法，哪儿来的脸说这话？我家希儿天天追在身后帮他家地里地外忙活，还帮出仇了来了，真嫌烦！来找我啊！我做奶奶的还不会管教自家孙子，这叫那什么利用，欲拒还迎。对啊，顾池真那样厌恶洛西的话，可以找来他家人管管。院内，洛西靠在窗边，听着老太太一个人舌战群儒，把人骂得毫无招架之力。听得差不多了，洛西翻身越出院墙，有了新屋子，他得进城一趟，购置些生活物资。院外，顾母再也承受不住，白眼一翻，晕倒在村长怀里。都滚回地里去，凑什么热闹？忘了你们家的田地都还记在人顾秀才名下。望着逐渐远去的村民，梅富贵十分得意。正道村没什么能逃过他的掌控。小哥看病还是抓药？天麻何首乌什么价格收？你有何首乌？什么年份的？快拿来与我看看。洛西摘下背篓，拿出他近日挖来的几块首乌放在柜台上。20年份，药材品相不错，保存得当，给你30两。洛西挑了挑眉，是比城南价格给的高。他又拿出灵芝，这个呢？掌柜的眼前一亮，最后给出350两的价格。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灵芝、首乌加天麻，总共赚了400两。小哥手里是否有更高年份的何首乌？实不相瞒，我这里急需100年以上的首乌，你如果有，我可以给个高价。洛西空间的确有更好的，4支卖掉，最好的留给自己，是他一向的习惯。他缺钱，却不会傻到卖掉救命药材。离开医馆，
洛西直奔布庄，细棉布制的衣裳，从里到外买了4套，2双鹿皮小靴，粗衣麻布2套，进山时穿，1张8斤的大棉被，2床下凉被，床单被罩这些也全用细棉，总共20两，我做主，再送您2双棉布袜子和帕子，订好3天后来取货。接下来他又去粮食铺，大米、白面、3合面，购买了100斤，存在空间内备用。乱七八糟的一天下来，坐在酒楼内享受美食的洛西算了算，差不多花了60多两。客官，您点了5道肉菜、3道汤菜、8碗米饭、1壶茶，共计7两6钱。钱真不经花啊！也不看看自己吃了多少。回村路上，忽听对面茅草房内传来一声惊恐的惨叫：“啊，杀人啦！啊，杀人啦！”一群人连爬带滚地跑出来，为首一个婆子捂住流血不住的手臂，表情惊恐。在其身后跟着跑出来个被儿媳搀扶、满头珠翠的华服老妇。不是说人要死了吗？怎么突然醒过来？你们不是要陪葬的吗？管是活人死人，拉走下葬便是。原来是镇长家那趟闺女死在昨夜，镇长白发人送黑发人，要拉陆云锦去陪葬。听说有200两的嫁妆，陆家老宅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切进行的顺利。来拉人时，不知那昏迷半月的人，怎么就恰在此时醒了，还发疯的举刀伤人。陆云锦，洛西想了想，从记忆深处挖出此人信息：14岁时考中秀才，以暗手之名一骑绝尘，被南宁府大儒大家推崇，知府都看好的后生，却有一个悲惨的人生。父亲自他年幼便参军入伍，独留孤儿寡母在家侍奉公婆。5年前那男人西北平乱有功，一下人升成3品平西侯。就当所有人以为陆云锦母子一步登天，终于要上京去过贵人生活时，哪知今非昔比的侯爷身边早已有美相伴，美人来历不小，丞相府嫡幼女，原配刚烈，自请下堂，但美人不肯，怎会让乡下的贱民占了夫君原配嫡子身份？强权逼迫下，原配无法，干脆一根白绫吊死在家中。他恣意的行为彻底惹恼了美人，命到来的侍卫活生生敲断陆云锦双腿，绝了他的仕途路，把他钉死在小小的正道村，一辈子休想再有出头之日。回忆到此，洛西在看门外吵闹的一行人眸光彻底冷了下去，给镇长提议找陆云锦陪葬。如此肮脏又熟悉的手段，洛西不用想都知道出自顾迟之手。洛西拿出空间中的纸笔，刷刷几笔写了什么。各位，把他搬走前问过我意见没？你是谁？哪来的？我啊，他的债主。什么债主？哪来的骗子？知道家中大伯是朝廷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侯爷吗？骗到我家头上，你找死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银500两，黑纸白字在此。到了皇帝面前，你们也得还我的钱。目光像打量货品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陆婆子。头上玉簪值50两，手腕上2个金镯子怎么也值100两。衣服料子虽然不错，但穿过了，勉强给你算3两，加一起还差我353两银。你们现银还是银票？为何感觉自己像只待价而沽的老母猪？哪里来的狂妄小子，侮辱侯爷亲娘，按律当诛！你把那什么欠条留下，赶紧滚！我可以不追究。有诰命才是官复，可受贵礼。请问老太太，你有吗？据我所知，你那当了大官的儿子可不惦记再认你这亲娘，不然怎不把你接去京城享福，而是留你在乡下？老夫人，你真可怜。说罢，脸色一冷，还钱。有人护着我吗？可真有意思呢。欠条是你和陆云锦签的，凭什么找我要？没钱。然后对身旁镇长家婆子摇摇头，示意这事可能不成，甚至还退后一步让出位置。镇长家200两的嫁妆他已经收了，能不能把人带走全凭对方本事。陆老太这一退，彻底让王婆子看清楚洛西的脸，老眼狠狠一眯：你不是对门洛家那小子吗？这东西真假还两说，你拿过来，送去我家老爷面前便认下。放手！镇长好大威风啊！买卖人口、配阴婚、抢劫、触犯大用律例的事一样没少干，真应该找县令问问，是他赐予镇长罔顾人命的权利吗？什么买卖人口？我们走的是正常婚配，你别胡说。行，算你狠，我们走着瞧。洛西看一眼还处在原地的老陆家人，挑了挑眉，不走，是想还钱。做梦！今日的事谢了。事急从权，这东西你自己处理吧。能帮忙把我抱回屋吗？洛西见他垂下头，神色暗淡，无所谓的两手将之抱起，大跨步迈进院门。陆云锦想起这人的身份，洛家3房，据说喜好龙阳的长子洛西，可惜所托非人，早早丧命。这人还活着，那现在的时间点是？现在是什么年月？对方昏迷有半月，不知今夕何夕。洛西没多想，大雍12年5月2。5月2，
陆云锦竟如黑檀的眸子狠狠一缩，眼前之人明明应该死在4月底，他不由得自嘲，人怎么可能回到过去重来一次？果然，一切都是他死前的幻觉吧。床上的陆云锦在洛西转身的刹那睁眼，望着那道修长离去的背影，双拳捏紧，留下一圈深深的指痕，有痛觉，不是做梦亦不是幻觉。他重生了，回到那个人渣另娶，母亲自缢，他被打断双腿的17岁。他在古代用便宜到不要钱的黑豆制作成染发膏，引领全村走向非主流最顶端潮流。次日一早，洛西照例把一家人的早饭吃个精光，揣好银子，在老太太的骂骂咧咧中出门，路过对面那间茅草屋时，就见陆云锦拖着无力的双腿，一步一步正在试图挪向井边。都住对面，腿脚不便，有事不懂叫一声嘛。我怕给你造成麻烦。麻烦的底线没这么低，以后有事记得叫一声。邻里邻居的，不会这点小忙都不帮。把人放回床榻，打了盆水让他自己洗漱，又去空间拿了几个馒头和包子放在床边。白日我不在，饿了将就吃一口，晚上回来给你带好吃的。你去哪？从村里到镇上我很熟悉，行动上无法帮忙。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可以问我。你知道咱村土地的价格吗？永宁县附近的村落，上等良田6两，中等4两，下等2两。你要买田地吗？荒地呢？多少钱？正经荒地不会超过1两银。土地还分正不正经？谁知道呢？土地价格多少还要听村长，也就是你外公的安排。经过对方提醒，洛西也想起村长和镇长那对老王八，烦躁地抓了抓头。这个时代杀人犯法，真烦。要不你换个时间，晚点再买。我不想换时间，想换村长。也不是不行，梅叔年岁大了，万一不小心摔断腿，自然不能再担任村长。洛西怀疑的视线扫过陆云锦双腿，这人不会是自己腿脚不便，所以对双腿健全的人都怀有恶意吧？但不得不说，这个提议他喜欢。去哪？不去村长家，去趟城里吧。打算鼓捣点东西赚钱，去买些材料。你要带什么吗？带什么？陆云锦淡淡的眸光扫过双腿，这双腿兴许有救。方便的话，帮我带副银针。掌柜见他指着一袋黑豆问价格，不禁好奇询问用途。南方相较于豆类面食，更喜欢稻谷，黑豆少有人问津。我奶口味特殊，就爱吃黑豆。从粮食铺出来，又去调料铺买醋，接着直奔药房。他记得陆云锦要一副银针，他自己也要购置一些药材。小哥决定卖百年手屋了。你有白发无法变黑的病人，急需治疗吗？掌柜只用一双巴巴的双眼瞅着洛西，欲语还休。手屋你是不要想了，我这里有使白发变黑的药剂，你需要吗？能使白发变黑，老夫我掌管药铺几10年，保和堂开遍大庸，从未听说过什么能使白发变黑的药剂。你莫看老夫面善就要骗我。看他一副明显不信的表情，洛西买了银针和需要的药材离开，只留下一句2日后见。奶奶，你这人怎么回事？话说一半就跑了，那药剂到底有还是没有啊？老崔，莫说是你，老夫行医半辈子也没听过白发变黑的药，别白费心思了。不就是个农家子吗？想要他手中的百年手屋，使点手段抢来，他还有地方申冤不成？保和堂行医救人，不是地痞恶霸。唐大夫，注意你的医德一行，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见。哼，给那位县要这么大的功绩，这傻子不要，我要。等今晚回去就让堂侄查查此子下落，强取豪夺，威逼利诱，不信弄不来想要的。你的银针。小院内，陆云锦自己挪到了矮凳上，抱着一块长木，正在打磨。谢了。你说的赚钱，靠这个打算卖吃食？口粮是不可能卖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卖，只有在末世里存活的人才知道食物的宝贵。想做什么，在我这里做吧。你那家不安宁啊。洛西想想家中那几块料，认同的嗯一声，拿出材料开始忙碌。终端上有记，古代的天然染发剂有2种制发，黑豆浸泡在醋中1到2天，加热煮烂，过滤掉渣子，再熬成膏状。除了黑豆，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覆盆子为原料，熬成膏状涂抹。这2种都是乌发的良方。当醋锅架上大火开始熬制，空气中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陆云锦鼻翼微动。制作染发剂的主要配方是醋和黑豆。你怎么知道？陆云锦指了指院中泡发的黑豆，又指指灶间。这么大的味道，想不知道都难。稍微有点心思的人，不难制出仿品。你想过吗？洛西一想还真是，他来自末世，不熟悉醋的味道，但这里的人一闻便知。他还想靠染发剂发一笔，暂时不想泄露配方。目光不禁看向第2种古法覆盆子，见他很快有了决断，陆云锦眼底现出一抹探究。这人不仅聪明，而且一点就透。眼前这个人还是前世那个为爱送命的洛西吗？他不禁开始沉思。天色将晚，洛西提着一罐黑黑的膏药，目光死死盯着陆云锦一头如断面般的乌发。好人，陆哥哥你就配合一下，教人家试试嘛。你可以试试。
语调阴森森，大有一副他敢试他就掐死他的既视感。洛西撇撇嘴，眼前忽然一亮，都怪洛西那个杂种害你，我儿放心，娘一定不会让他好过。声音愤恨，带着强烈的怨毒，好像顾池受了多大冤屈，都是心思歹毒，自食恶果一样。斜倚在顾家窗外的洛西，听到屋中一声不迭一声，句想他去死的诅咒，觉得自己真没来错地方。那你看，不用你头发，我弄来了。从谁头上弄来的？骆老太还是顾母？洛西小眼神乱飘，看天看地，就是不看陆云锦。黑色的膏体涂抹，静待半刻钟后清水洗干。刹那间，原本花白的发丝乌黑一片，效果情理之中，又出乎意外的好。如果有点香味，会不会更好？再有些养发护发的效果更好。如果信我，我可以再帮你改方子，加些药材进去，掩盖住材料，配方更加安全，还能起到养发的效果。行，洛西没多犹豫，刷几笔写下配方。我想给染发剂制定合适人群，售卖给普通百姓，主打染发，价格低廉亲民一些，再给上层的富太太制定一批专攻。有钱人的钱不赚白不赚，当然效果质量也要保证的。陆云锦按照前世学来的医术，在配方内添入一些药材，洛西也按终端提示加了2样。